这几天，咱们舰队的各舰一直不向乱党进攻，致使朝廷剿灭乱党的计划迟迟不能实现。这里边就大有文章啊！报告。进。萨德尔，革命军派人划船送来一封信。人呢？是一个红十字会的牧师。我怕传出去，先让他返回了。湖北革命军政府大都督黎元洪。你念。尊师一别，今日竟隔江重逢，不甚感慨。学生此次参加起义，实因士兵刀枪所迫，但连日血战，却深为感动。此次举义，军纪严明，作战英勇，士兵无人指挥时，仍冒死拼杀，慷慨赴死。各界知识精英和民众皆踊跃支援，足见人心向背，大势所趋。清廷灭亡已在旦夕，如今老师您若能挺身而出，建立中华共和民国，其功绩将与美国华盛顿总统齐名。我教出来的学生，没想到还有如此文采之人。大人，这个黎元洪大都督，是不是就是当年在广甲号上的那个黎元洪呢？是的，正是他。甲午海战，广甲号沉没时，他抱了块木板，游了一夜，侥幸生还。后来蹲了半年的大牢，出狱后他来看过我，当时你也在。是，当年他还送了不少家乡的老酒呢，咱俩喝过好几回，我都喝趴下了。后来，他投了湖北新军，一直做到旅长。我想，这也许就是革命军把他拉出来当头的原因吧。他称是您的学生。没错。当时他在天津水师学堂，我是先生。记得当年他家境很穷，为同学洗衣服，一件衣服一个铜板。我问他名字时，他回答得很独特：黎明的黎，朱元璋的元，洪秀全的洪。听听，都是造反当皇上的主儿。如今看来，果然不是凡人。大人，我们到武昌已经10天了，打也不好打，撤也不好撤，您是怎么打算的？假设
我们对岸的敌人不是革命军人，而是入侵中国的日本侵略军，我会怎么样呢？那还用说？您会像一只老虎一样，带我们拼命拼杀，一口气炸平它。对，我这一辈子就是盼望着收复台湾，洗雪甲午之耻。可是现在，我们对面是中国人，咱们千辛万苦凑起来的军舰和炮弹，不应该用在这儿。小妹，哎，听说你们举办了婚礼，都不等我一下，我好后悔没有当成你的伴娘。是啊，是这没办法，来不及了嘛。太为你们两个人高兴，这么多年都盼着你的婚礼。哎，子涵呢？他正在家里烧菜呢，说要给你补上一顿喜酒。太感谢了，我梦里面都在吃他的饭菜。你呀，来的正是时候。再晚来一天，就品尝不到他的手艺了。那他去哪里？他明天要去新加坡去接任商会会长。你陪他去吗？我先不去，他先去武昌为革命军筹集一笔捐款，然后再回来接我，我们一起去新加坡。太好了，那既然你不陪子涵去新加坡，你愿不愿意陪我去一趟武昌？武昌？什么时候啊？明天，我要采写前线的消息，最好能采访到黎元洪。黎元洪？我认识他，他曾经在北洋海军里参加过甲午海战。那更好，你陪不陪我去？你邀请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好，那走吧。这次去武昌，是一次极好的机会，一定要想办法和小弟联络上。咱们在起义军中有不少关系，都和海军中的同盟会员保持着联系，可以随时了解小弟的动态。当然了，能够见到小弟和他面谈，那是最理想的。大卫当然是最好的人选，他与小弟从北洋海军舰队时就一起走过来，也算是生死之交吧。好，那我就请他们找到大卫，尽量的配合你。但是，清政府在小弟旁边安排了不少的耳目，而且海军军官中也有不少是朝廷的人，你万万不可大意。我知道，大卫会保护我的。现在是中国生死存亡的关头，就看小弟站在哪一边了。海军的炮火在当今的中国，可以说是最强的力量。他决定向哪一边开炮，就等于决定了哪一边的灭亡。凭我直觉，应该有希望。为什么？小弟这一辈子干海军，目标一直非常明确，就是为了中国的那片海，就是为了收复国土台湾，学习甲午之耻，在人世间，复仇的力量是无法想象的。他的确如此。另外一点，就是他的人品。此公不抽、不嫖、不赌、不贪，酒量大，但不酗酒。军纪严谨，
秉公守法，体贴下属和百姓，为人低调，从不张狂，在民间口碑甚好。尤其是中年丧妻之后，出于感情而终身不再娶，普天下为官者，有几人能够做到？这种人以忠孝义为立身之本，并学西方现代科学，人生目标清楚，绝非那种贪利妄义之辈。在如今这种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他的头脑一定是清醒的。你说的对，我会把这个分析转告给首领们。人呢，在关键时刻显出的就是人品。现在时局不稳，朝廷非常担心海军，特派人送来密旨，要我们严密监视舰队，尤其是军官的动静。你们都给我注意着点儿，一有什么风吹草动，立刻报来。另外，把家伙都给我随身带着，随时捉拿胆敢反叛朝廷的人。要是反叛的人军阶比我们高，怎么办呢？不论多高的官儿，有反叛的意思，就拿。要是比您还高的官儿呢？萨总司令，近一时期，我看他有点儿……照拿不误。二位夫人到了，您请。小妹，带这个干什么？咱们演出戏。二位证件。我们是来找李元洪。请进。我去问一下。Excuse me, madam. Who are you looking for? I'm a journalist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I would like to interview Li Yuanhong. Yes, I am Li Yuanhong. It's a pleasur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小姐，这是我们长官。啊，这是我的朋友，来自南洋商会的陈小姐。非常荣幸，请屋里坐吧。我们已经宣布，国号为中华民国。现在全国又有山西、江苏、浙江诸多省宣布脱离清政府。虽然清军派来北洋军，对我们压力很大，但清王朝这次已经难逃灭亡的结局了。听说革命党领袖黄兴已经到达武昌了。是的，他现在正在汉口前线指挥作战。那听说你被士兵们用枪逼着当上都督。是的，起义爆发时，我只是感觉到发生了兵变，但不知是什么原因，怕被误杀，就躲了起来。躲在哪里了？在一个朋友家的卧室中，后来被士兵搜了出来，带到了这儿。后来他们逼你当头。
是的，当时我一直犹豫。为什么？因为我在想，这次兵变到底是什么目的、什么性质，自己该不该参加？后来他们用枪逼你了？是的，当时我如果再不答应，他们就会开枪的。他们为什么要逼着你这个不是他们革命党的人来率领他们？因为我有指挥经验，是一个高级军官，他们在这方面信任我。那么现在你后悔吗？不，我很庆幸我的选择，我为这些青年的热诚所感动。他们很勇敢，为了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完全不把死亡当做一回事。这些天，我一直在想，这是因为什么？这是因为什么呢？民族精神。你讲得很好，可以看出来你是那种有新知识的将领。这可能是受益于在北洋海军时的学习。再请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士兵们一定要把你当做他们的头？为什么他们不自己干？中国人还没有西方那种民主的意识，因为他们习惯找到一个崇拜你，或者比自己更有知识能力的人，以他为一个抱团的核心。就像为什么民间会有许多哥老会、青红帮之类的一样。可是你们已经建立了民国，应是共和政体了，今后会向民主的方向上走吗？我认为早晚是要的。我们一旦推翻清王朝之后，立刻会举行立宪选举。你没有出国留学，但是你的意识并不落后保守。我上过天津水师学堂，学的都是西方各科的知识。现在就在长江上的海军总司令萨振兵就是我的老师呢。可是他现在却带着全国的海军要把你们消灭掉。的确，海军将对我们是致命的压力。那么，你会和你的老师开战吗？这个说不准，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我想向你介绍一位你的老朋友，他或许在这个问题上面可以帮到你。是吗？他在哪儿？小姐，您是？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哦，对，刘军门的表妹呀！哈哈哈，记得咱们那次坐广甲号一起运荔枝，哎呀，这一晃啊，得有10几年了吧？啊？是啊。记得当年你刚从水师学堂毕业，现在已经是统领革命军的首领了。实不敢当，只怕愧对历史，也怕愧对了刘军门和萨老师的教诲。您现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小姐，您与萨总司令的友情得有几10年了吧？是的，从他在福州船政学堂时，也算得上是青梅竹马吧。近期可有相见？
他带海军从上海出发前，我曾受同盟会的委托去见过他，请他在历史的关头慎重抉择。前些天，我给老师写过一封信，后来他托人带过一封信，说他理解我们的起义，只是担忧民国的政体能否运用于中国。他是一个极爱国的人，一生投身海军，人品正派，举世公认。现在，他正处在左右两难的犹豫阶段，再努一下力，就有可能成功。现在就差一个什么条件，在他的天平上再加一个砝码。好，大都督。太好了！清军在上海的12艘舰艇和吴淞炮台宣布起义，上海同时也光复了。机会来了，这就是一个最好的砝码。宣布起义的舰艇有策电号炮艇，还有建安号、南琛号、飞鲸号、胡鹏号、登瀛洲号及列陈章等鱼雷艇。这帮家伙也太大胆了，必须抓起来，马上砍头。我们应该立刻返回上海镇压。那武昌这边呢？袁世凯的北洋军已到达汉口，马上要海军配合，一举攻克武昌。这时候返回上海，当属临阵脱逃，该当何罪呀？报告，大人们，汉口着火了！烧得好！我说了吧，北洋军就是够狠。你们看，岸上的叛军在逃窜。萨大人，请您立刻下令开炮，以炮击岸上撤逃的叛军，配合我岸上的陆军全歼敌人。那些正在逃命的不是叛军，而是老百姓。您的望远镜是不是有毛病啊？是啊，是老百姓，可也有大批的叛军夹在其中。此时炮击，定能全歼叛军。两军交战，都号称为国为民，可有意杀害平民，算是什么局？打仗嘛，误伤总是难免的，活该他们倒霉。大人，我们是军人，但是首先，我们还是一个人。
和那些在烈火中挣扎的人们一样。我们是中国人。大人，急电！南京江面上13艘舰艇宣布起义。靖清舰的管带宋文岁被任命为镇江革命军海军司令。大人，我记得在甲午海战的时候，这个宋文岁还是个大副吧？是的，宋文岁，当年他10来岁时，李鸿章就把他送到美国留学。记得当年，我们还一起在纽约的咖啡馆里听詹天佑谈他的火车之梦。当时薛有福也在。我听薛大人说过，说您当时用脸盆喝酒，把那些洋人都吓坏了。是的。那次以后，杨胡子就成为了我们的朋友。直到他战死在甲午海战，把生命留给在中国。在甲午海战时，宋文岁是广甲号上的大副。广甲舰沉没时，他也幸存下来。这样说来，他和黎元洪还是一起和日本人作战的战友呢。真是太有意思了。我们这批甲午海战时北洋海军的幸存者，如今又都凑到这儿来了。大人，我这儿还有封信，念。大人，这封信是专门送给您的。谁的？
这信你是从哪儿得到的？这封信是他刚刚派人划船送过来的。你跟革命党一直都有联系。是，大人。萨大人，当年邓大人把我从一个流浪的孤儿带到海军，一直带到大副，教我驾驶军舰，从军为国，教我学习科学，教我做人。邓大人殉国之后，我有幸跟随了您。我亲身感受到您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别说是中国，就是世界也少有您这样，常年把军舰当成家的海军司令，也少有像您这样，夫人去世之后，终身不娶的海军上将。尤其是像这样一个腐败成风的年代，让我亲身见识到了什么叫出淤泥而不染。我常常在想，您为什么要这样？您20岁出洋留学，见识过最发达的科技和实力，又接触过最优雅的享受和生活。您为什么还要回到这最贫穷、落后、最愚昧的环境来忍受艰苦的磨难？甲午战败后，您为什么要忍受军人最大的耻辱，活下来，低三下四、呕心沥血地重建海军？因为您爱自己的祖国，因为您为了中国的海军，因为您要对得起北洋海军这些烈士，因为你时时不忘，您还没有收复台湾。可是中国这几十年越来越穷，越来越弱，越来越落后，世风越来越腐败，这就使人不得不想，中国的病根到底在哪儿？李中堂的洋务是什么结局？光绪的变法又是什么下场？没有千千万万的民众支持，这些到最后只是一场梦。如今，武昌的民众为什么奋勇支持革命军？各地的新军为什么连续的起义？海军官兵为什么也纷纷起义？因为民众起来了。大清268年的寿命也就到头了。请大人三思。
小弟别来无恙，弟身处炮火之中，姐悬心于朝夕之间。此次战场非同甲午，炮口所向，竟是无数民族热血青年。他们立志去建立一个强大民主的中国，求得百姓之幸福安宁。遥想当年，弟等风华少年阔步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之时，不也是同样的理想和信念？而刘步蟾、邓世昌他们为之献身的，也绝非是那个腐朽的朝廷，而是自己的祖国；绝非同胞相残，而是海疆海权；绝非权贵的财富，而是民众的生存。回想弟等共同经历之蹉跎岁月，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山河破碎，国难不已。虽有志士仁人前赴后继，以求强国之梦，却无不破灭。中国历次奋起挣扎，皆无民众之力，而今全国民众已跃然奋起，将生命投入最后的一击。中国终于出现了民主共和的曙光。在此关头，弟定会为国为民做出无愧的选择。弟接信之时，当是黑夜；而读信之后，已是黎明。当新的一天太阳初升之刻，姐将立于长江之岸，瞭望江中，自信必能看到旗帜变换于中国海军之悬顶。他在武昌。这些宝贵的军舰留下来吧，把海军的精英人才留下来吧，来护卫那些祖国的海洋。有朝一日，去收复那些被霸占的岛屿。我耳中一直不忘小弟的那句誓言：不收复台湾，我等死不瞑目。传令，各舰舰长到旗舰议事。今天上午要召开全体军官会议，八成是要有什么重大的决定。我们要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擒贼先擒王，捉拿反叛势力。你们几个回去马上布置兵力，同时
准备接管军舰。可是，来开会的都是高级军官，万一不服从，甚至反抗，我这儿有朝廷的密旨，对一切反叛者可以先斩后奏。你们几个在舱内埋伏好，等我一声令下，就带兵冲进会议舱，抓捕叛逆。党务司令到，敬礼！预备！诸位，朝廷令我各舰从即日起，配合北洋军向武昌革命军发动总攻。而近日又有6个省宣布起义，脱离朝廷，加上上海、南京的舰队宣布起义，我舰队的退路已被切断。现在，我只有2种选择：一，全力进攻武昌，配合北洋军取得胜利，再返回头来镇压各省的革命军及长江中下游的海军同仁；二，换下龙旗，宣布起义。何去何从？还是恳请诸位凭着自己的一份良知去选择吧。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随时等我的命令。是。总司令，这几天我们亲眼看见革命军作战，深知朝廷大势已去，所以我们决定起义。决定起义。起义。不许动！别动！你们有什么异议吗？任何人不许威胁别人，不愿意的可以自行离去。现在，我决定。等一下！好啊，萨镇兵，你竟敢反叛朝廷！不许动！来人呐！这回你这个海军总司令算是做到头了。来呀，把他们都给我捆上！和外边几个一起捆喽！是。萨镇兵，老子是朝廷派来的监军，啊！你敢？你们这帮叛贼，老子上报朝廷，砍了你们，砍了你们！我尊重你们的选择，但是我提醒你们，立宪、共和是不会那么一帆风顺的。要彻底摆脱皇权和专制，中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中国是个农民大国，和西方列强的国情不一样，和日本的文化也不同。完全按照西方那套去做，很可能是行不通的，很可能会天下大乱，常年内战，一片血海，怕是最终受苦的还是老百姓。对岸的袁世凯
恐怕也不会那么顺从朝廷。他精心训练出北洋军，这次又逼着朝廷把军权抓到手，绝不会只当只朝廷的看家狗。我那个学生黎元洪，也不是只省油的灯，一旦掌权，怕是再也不会是那个活菩萨了。革命党的那些年轻娃娃的权术还远远不是他的对手。而日本惦记着吞并中国，已经惦记了100多年了，一直等待着一个中国内乱的机会。诸位，现在我把舰队交给你们，你们如何决定都可以。但是有一点，你们必须记住：我们是海军军人，无论什么时候，中国的海上都不可以没有海军。中国海军的这点家底子，绝不可以毁在中国人自己的炮口下面。我们中国100多年来受尽了外敌的欺辱，受尽了外敌的侵略。我们这么点海军是我们几代人辛辛苦苦传下来的，一定要用在保卫海峡和主权上。你留下吧，去完成你们这一代海军的使命。别忘了，跟对岸的北洋军说一声，毕竟都是中国人。是。炮口调转180度。姐姐来了，子涵，来，快坐。谁也不会想到，一位海军总司令住的竟是如此清贫的地方。前海军司令，我现在就是一介乡野村夫。哈哈，看茶。哎，子涵刚刚在市场上买了条鲜鱼，要在漏手。啊。小妹，小弟啊，这次我们来，其实就是想敬你一杯酒，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呐。我是救了你，但是你们则救了中国，我应该感谢二位才是。来。小弟啊，正如你当初所预见，袁世凯又戴上了皇帝的帽子。虽然只有短短的83天，可是那些牺牲在战场和刑场的革命党们，如果知道他们的生命
只是换来了一个新皇帝，那该是多么悲愤呢？回头路是走不通的。中国人要想真正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制度，要很多年。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将会出现更多的江洋大盗、英雄豪杰。只是老百姓将受尽苦难。中国乱了，谁最高兴？日本。他就等在那儿，等你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必将大举进攻，侵占全中国。那时我们的海军又将面临一场悲剧。难道说我们中国就永远也摆脱不了贫弱和战争的命运吗？我这辈子走遍全世界，一直在琢磨，中国走什么样的路最好。我现在琢磨明白了，大清的教训就摆在这儿：世风甚下，腐败奢靡，妇人炫富，男娱女妓，笑贫不笑娼，一切都为了捞钱。最后都是穷苦人揭竿而起。礼失求于野，在咱们老百姓血液里的中华文化细胞，永远不会消亡。说得好，这就是我们最后的希望所在。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梦想，最后还得从咱们中华文化的根上去寻找力量。小弟，我们这次来是向你告别的。回去吧，孩子们还等着你们呢。你要是处境不好，可以随时也过来。我得陪着这个国家，看看还能尽份什么力。我跟你们不同，我是罪人。小弟，你为什么这么认为呢？因为甲午海战。小弟，你已经做得非常不容易了。甲午海战，北洋海军全军覆灭，你们硬是又把海军重新建立了起来。你对得起这片海，对得起邓大哥和表哥他们了。台湾还没有收复。我们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
我想和你说几句心里话。姐姐，你说吧。陈夫人去世已经18年了，你对她的感情，天下人都看在眼里，谁不敬佩？可是如今年纪越来越大，生活上、身体上也应当有人照顾。儿女再好，总是比不上日夜相伴的老夫老妻。你就听姐的，看到合适的，再找一个老伴儿吧。我这辈子发过2个誓：一，我要血洗甲午之耻，收复台湾；再一个，我终生不娶。我身为中国军人，战败投降，丢失国土，我对不起中华民族，对不起国人。所以，只要能够雪耻，能够收复台湾，让我干什么事情我都去干，天下所有的苦我都去吃。姐姐，你还记得你曾经让我学赵氏孤儿的成英，卧薪尝胆的勾践吗？他们何曾享受生活之乐？小弟我的生命早就应该结束在甲午战败之时。是丁军们让我活下来，他不是为了让我享受生活，而是为了让我延续中国海军的生命，为了让我雪耻。我身为男人，没能照顾好自己的妻子，连她最后一面我都没有见到。我还有何脸面去再娶呢？对国家，对亲人，我都有罪。我必须用余生去偿还。大丈夫一言9鼎，发过的誓就一定要做到，除非我生命结束，任何力量不可以改变。姐姐啊，我这一辈子在海上风吹日晒，粗茶淡饭，比谁都结实。我身体没问题，你就放心吧。
常来信。好。亲爱的姐姐，随着清王朝的灭亡，中国后来发生的事情，与我预料的几乎完全一致。军阀混战，贪官更多，百姓生活更苦。虽然有了共和的架子，但是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善的民主制度，强国就只能是一场梦。得知你们又增添了一个小儿子，真为你们高兴。亲爱的小弟，我们的小儿子非常可爱，子涵给他取的名字叫新生，希望他能伴随着祖国的新生一同成长。小弟，你的身份现在是中华民国的海军总长了吧？但是，在一个军阀混战的时代，弟弟的身份恐怕也是个走马灯吧。亲爱的姐姐，你们离开中国已经快20年了，民国共和了20年，仍然是独裁，仍然是内战，国家仍然是贫穷，穷就更谈不上有强大的海军了，就是原有的大清舰队，也被用来没完没了的打内战。我担心呐，担心日本快要动手了。日本这个国家最可怕的就是一种能让他全民族一起疯狂的精神。让我更加忧心的是他们的海军，他们不仅有巨舰和大炮，还有大量的潜艇和航空母舰。他们100多年来想要灭亡中国的计划，很快就要发动了。小弟，今闻918日本占领东三省，海外华人一片愤慨，但这是意外吗？我们这几十年正是看着日本如何一步步地实现吞并中国的计划，只是民国政府的软弱比之大清有过之而不及，竟让几10万东北军不需抵抗，逃进关内。新生昨天告诉我，他被西点军校录取了。姐姐，前些天大卫来看望我，我托他去趟中山舰，给我侄子带去了2件东西。这次啊，到吴淞口来见你，也是受了你叔父的委托来的。看见老先生身体这么好，我问他是如何保养的，你猜他如何回答的？不知。叔父大人的思路，一般人往往猜不到。他说他要好好活着，是因为一个梦。梦？在他的梦里，邓世昌、刘步蟾、丁汝昌都对他说，在他有生之年，一定能亲眼看到台湾的首富。叔父大人这后半辈子，就念叨这一个心愿，别留有任何的幻想，终日早晚必有一战，而这长江口是日本进攻的必由之路。不久的将来，这里将会是一片血肉横飞的战场。孩子，你要牢记，中国这100多年受欺辱的教训，就是因为不能团结一心。义勇军进行曲唱的那句词，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写得多好！什么时候中国人万众一心了，任何强敌都会败在中国面前。
那首歌的词曲作者都是共产党员。说起来，你这条中山舰的老舰长，还是一位共产党员呢。是的，可在蒋先生的眼中，他们只是一群匪。但他们是一群有理想、为理想献身的人。而蒋先生那些手下的人，只顾着为自己捞钱。一个只顾着为自己捞钱的政权，和一个为理想献身的政权，将来的天下可能是谁的呢？可是，敌我军力悬殊，这仗应该怎么打呢？还是那首歌里的歌词：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很准确，中国这几十年失去了强国的机会，面对强敌，只好用我们几亿中国人的血肉去拼。10个拼他一个，100个拼他一个。在这场决定民族生死的大血战中，海军绝不可以丢脸。老长官，海军从您那代人起，憋了几十年了，这次终于和日本干，就是打到最后一条舰，也绝不屈服。这是你叔父专程让我带给你的。这个望远镜，是当年英国老师麦克先生讲给方伯谦的。这个指南针是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送给刘步蟾的。这里有太多的故事，太多的教训，我绝不会给他丢脸。孩子，我们这一代海军没有给你们多留一些军舰，可却要让你们抵抗世界最强的海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从甲午那时起，中华民族头上的炮火，哪一次都没缺了日本人的炮弹。无论多少年，只要日本这个国家不从根儿上断了侵略扩张的念头，中国人就应该把这首歌一直唱下去。姐姐，这一天终于来到了。7月7日，日军全面进攻中国，中华民族最后生死存亡的时刻来到了。谁也不知道这场战争会打多久，但我从甲午战争之后就在等着这场决斗。我们中国人终于发出了最后的吼声。无论是正面战场的国军，还是敌后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每一个人都奋起了。但是中日海军的相差太悬殊了，尽管极其英勇的抵抗，但是在没有制空权的条件下，只好死守在江阴一带。主力舰艇几乎全部被日本空军炸沉，另外还有一批军舰为堵塞航道而自沉，又是一次全军覆灭，又是覆灭在日本人手里。小弟，我非常悲痛地告诉你，我的子涵走了。上个月作为华侨商会会长，他不顾年龄已高，再次乘船赴南洋，为抗日募集捐款。客轮在途中竟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沉没，全船乘客无一幸免。在这片海里，有太多我们亲人的鲜血，
有太多我们亲人的尸骨了。岁月在流逝，我也老了，许多事都记不住了。但是有一件事，我每天都在提醒自己，那就是当年我们共同许下的诺言。等到最终战胜日本法西斯的那一天，向大海里放一个花环，告慰我们所有的亲人们。中国海军的最后一艘大型军舰中山号，在日本飞机的轮番轰炸中沉没了，而他的舰长就是我的侄子。几代人都死在日本人手里呀！我从甲午战争后就在呼吁，不要放松对日本的警惕。俗话说得好，好了伤疤忘了疼，而咱们中国的伤痕就从来没断过，可就是忘了教训。自从日本偷袭了珍珠港，美国才明白过来，日本疯了。心生不顾我的苦苦劝说，还是参加了海军。我无法说服他，因为他只回答了一句话：为了父亲和祖国。他现在在太平洋战场，对手仍旧是日本海军。这次他们已经不是侵略中国一个国家了，而是向全人类宣战。他们给全世界带来的灾难，最终也将给自己换来更悲惨的结局。Japan. Surrounded. Have a look.
悬挂着胜利的旗帜。To celebrate our victory, we have been given 3 days of national whit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go on the street, welcome our soldiers, fight in success. The streets are crowded with people celebrating. Everybody's smiling, crying, shouting, and jumping. Through the flowers to the sky to welcome our soldier back with success. 请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同志讲话。胜利了，你应该笑啊！我们3代人为了这片海，3代人呐，今天终于把台湾、澎湖、钓鱼岛、西沙、中沙、南沙都收回来了。收回来了！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邓世昌、刘步蟾、林泰泽、李永胜、黄建勋。杨永林、叶祖贵、方伯谦，你们这帮老同学都听见了吗？你们都听见了吗？我们胜利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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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回来了！收回来了，现在留给你们了，要守住中国在海上，绝不能再让任何人欺负。